燃油车的主导地位这次可能真的要动摇了。近日，国内首条大容量全固态电池产线正式宣告建成，目前正在小批量测试生产。官方明确，2027至2030年将逐步实现规模化量产。此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行业震动，不少网友直呼：如果顺利量产，燃油车还怎么玩？而且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作为未来能源领域的核心方向，固态电池的战略地位堪比100年前的石油，是全球各国发展风能、太阳能及储能产业必不可少的核心组件。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韩国，相关研发都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而中国却突然准备量产了，这让其他国家怎么卷？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众所周知，固态电池是车企的必争之地，但没想到广汽不声不响夺得了先机。近日，在2025广州车展的核心发布环节，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底气十足地宣布，广汽全固态电池中试产线已建成并启动试产，率先具备60安时以上车规级全固态电池的批量制造条件，这标志着我们向小批量装车搭载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条中试产线总投资达23亿元，占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涵盖了从电极制备、固态电解质涂覆到电池封装测试的全流程生产环节。关键是里面的设备国产化率超过85%，打破了国外在高端电池生产设备领域的垄断。而关于全固态电池，与目前主流的锂离子电池相比，它最大的突破在于内部结构的无液化。简单来说，就是全固态电池完全摒弃了传统电池中的液态电解液和隔膜，核心组件全部由固态物质构成。这样做的好处有3点：一是续航能力的飞跃，全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升了近1倍，可以让新能源汽车续航轻松突破1000公里。二是安全性的质变，全固态电池彻底解决了液态电池高温易燃、低温性能衰减的痛点，即使遭遇剧烈碰撞、穿刺也不会发生起火爆炸。三是充电效率的升级，全固态电池锂金属负极的应用可以使充电速度大幅提升，未来有望实现充电10分钟续航500公里的目标，真正比肩燃油车的加油效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新能源汽车消费者投诉中，续航虚标、充电慢、电池安全占比高达68%，而固态电池的出现正是解决这些痛点的终极方案。对于此次广汽官宣的生产线，有记者深入车间后了解到，这种无液电池的性能优势源于生产线的2大关键技术革新。在负极制造环节，传统液态电池需要经过原浆制备、涂布、滚压3道独立工序，不仅生产周期长，还会产生大量溶剂挥发污染。而广汽自主研发的干法工艺，通过高分子粘结剂的创新配方，直接将活性物质、导电剂等原材料混合压制成型，实现了3道工序3合1，这样可以把全固态电池的生产周期缩短至2小时，能耗降低40%，同时消除了溶剂污染，实现绿色生产。据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储能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黄学杰介绍，除了生产工艺优化外，固态电池的另一核心突破在于电解质材料的革新。传统液态电解液是电池安全的阿克琉斯之种，而固态电解质既承担离子传导功能，又兼具隔膜的物理隔离作用，是固态电池的技术核心。目前，广汽已摒弃传统液态电解液，改用自主研发的硫化物基固态电解质材料。这种材料的离子电导率可以达到
10的负3次方西门子每厘米级别，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同时，耐热温度也提升到了300摄氏度以上，这样可以使产品的耐热性和安全性得到质的提升。据了解，广汽在固态电解质领域已累计申请专利237项，其中一种高稳定性硫化物固态电解质的制备方法专利，解决了硫化物电解质易水解、稳定性差的行业难题。在生产线实现技术突破后，下一步便是产业化承接落地。此次广汽建成的国内首条大容量全固态电池生产线，通过自动化设备与数字孪生系统的深度融合，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全流程智能化管控。在电池封装车间，记者看到机器人手臂可以精准完成电池的堆叠、焊接，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以内。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显示每一片电池的电压、温度等参数，一旦出现异常，立即触发预警。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新能源动力研发负责人齐宏忠在接受专访时，详细介绍了固态电池的性能参数与量产规划。他表示，目前我们开发的全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达到了550瓦时每千克。比现有主流3元锂电池提升了近1倍，这意味着原本续航500公里以上的车型，搭载新电池后，续航可轻松突破1000公里，甚至超过部分燃油车的续航能力。他进一步透露，我们计划2026年开展小批量装车试验，首批搭载车型将是浩博品牌的高端旗舰车型。2027年至2030年期间，逐步将产能提升到50G瓦时，实现从高端市场向中端市场的渗透。齐宏忠还提到，目前固态电池的循环寿命已达到3000次以上，按照每年行驶2万公里计算，电池使用寿命可超过15年，远超车辆的使用周期。看到广汽的固态电池量产，最紧张的恐怕就是日本车企了。作为全球最早布局固态电池研发的国家，日本早在2012年便将固态电池纳入国家战略研发计划，相关专利数量累计高达1000多项，仅丰田一家就已投入1.5万亿日元，并多次宣称即将实现固态电池量产。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尽管手握1000余项技术专利，日本在固态电池量产环节却迟迟未能突破。丰田原计划2020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概念车，后来也多次推迟，量产时间表一再延后。加之近年来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加速崛起，日本车企的传统优势已不复存在。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占据58%的市场份额，而日本品牌仅占4.2%，较2018年的12%大幅下滑。有行业博主曾盘点日本仍保持全球领先的产业，新能源汽车领域已被中国后发超越，它的优势领域转而集中在生物制药、新材料等方面。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会长丰田章男在2025年行业年会上就曾无奈表示，中国在电池技术上的发展速度超出想象，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而面对中国的研发反超，日本经济新闻在一篇专题报道中也坦言，中方在固态电池领域采用研发、中试、量产的快速迭代模式，技术发展速度太快，日本在量产技术上已被拉开2至3年的差距，短期内难以追赶。近年来，有不少车企都投身于固态电池的研发，进度不断刷新。早在2021年，蓝图的第一代半固态电池就已批量应用于梦想家、追光等车型，电芯能量密度可达230瓦时每千克，处于当时的行业领先水平。2024年，蓝图进行了第2代半固态电池的装车验证，搭载该电池的蓝图追光纯电续航可达1000千米，充电10分钟就能补充续航250公里。安全性上做到电芯挤压至90%不起火不爆炸，综合性能领跑行业。如今蓝图又马不停蹄地启动了第3代固态电池技术的迭代，它在固态电池领域的持续深耕可见一斑。奇瑞在固态电池研发方面同样成果显著，在2024年全球创新大会上，奇瑞宣布自家的鲲鹏固态电池的研发也已经在行动，规划2026年定向运营，2027年批量上市。
豪华汽车品牌梅赛德斯奔驰也在固态电池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此前，奔驰宣布基于全新固态电池测试项目打造的测试车正式开启道路测试。奔驰与美国电池初创公司 Factor EL 合作开发的固态电池 Solstice 使用固体电解质和锂金属阳极材料，并配备气动执行器以提升电池性能和寿命。该电池系统能量密度可达450瓦时每千克，相比之下，特斯拉4680电池包能量密度为217瓦时每千克，宁德时代麒麟电池为255瓦时每千克，蔚来150千瓦时半固态电池为360瓦时每千克。搭载同等尺寸、重量的固态电池，奔驰 EQS 的 WLTP 工况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除了上述车企，比亚迪、长安、上汽等众多车企也纷纷公布了各自的固态电池量产时间表。长安金钟罩全固态电池计划2025年底实现功能样车首发，2026年实现固态电池装车验证，2027年推进全固态电池逐步量产。比亚迪则计划于2027年启动批量示范装车，2030年实现大规模应用。看来日本这次想追上中国的脚步已经不可能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